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88期的洋洋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来自 SPO 的 Game One。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SPO 在之前推出的 Player One Plus 真的是一双非常出色的鞋款，在2023年所有我穿过的鞋款当中，绝对能够排到今年的年度 Top 10行列当中。虽然它的售价高达4位数，但是我个人认为它的性能表现完全值这一个价。而这一次这一双 Game One 虽然在价格方面有所下降，但是还是要990。如果现在电子支付还没有那么发达，那就意味着你拿着10张红色的票子，它可以找给你10个钢镚，还是挺贵的。在配置方面，依旧使用了抽拉式的中底，搭配速度系统进行销售。但是品牌官方的建议是搭载上他们自家的这一个爆发系统，才是这一双鞋应该有的一个完全体的形态。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不直接带上这一个爆发系统进行发售呢？还要大家多花将近200的价格去购买这一副爆发系统的鞋垫，才能体验到 SPO 想要带给大家的 Game One 这个鞋款应该有的实战体验。那这个操作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进行评价。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的 Game One 搭载爆发系统的重量在430克左右，并且它的中下部分的重量占比比较大，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并不轻质。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还是比较不错的，宽度适中，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基本上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选择这一个鞋款。但是如果你的脚型偏宽的话，那可以适当选大一个尺码，这样可能可以得到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而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你可以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非常不错的包裹体验。这一双鞋刚上市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都反馈它有掉跟的现象。不过后来椰子大哥出来说了，只要把他的鞋带穿过它最后的一对鞋带孔，就能解决掉掉跟的这一个现象。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当你把鞋带系紧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球鞋的鞋舌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硌脚现象，并且如果你使用的就是这一副爆发系统的鞋垫，在你跑动甚至是走动的过程中，你都能明显感觉到因为鞋垫的下陷而产生类似于掉跟的感觉。虽然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长此以往的摩擦会让球鞋后跟处的内衬材料它的寿命会有所下降，可能鞋底还没磨坏，但是内衬已经烂了，这样的体验真的不是特别好。而它在前中段的静态包裹还是非常不错的，刚上脚的时候脚在鞋内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空隙，但是在动态锁定方面只能算是比较一般。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由于中底以及鞋面的强度都比较高，球鞋不会跟随着你双脚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整体的鞋脚一体性并不是特别好，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不过除了上述这些问题之外，它的鞋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整体的强度表现出色，在球鞋的4周也都做出了加强处理。在做大幅度变向的时候，鞋面能够很好的兜住双脚，鞋头处的编织密度也适当的做的稀了一些，让它不会出现弯折点卡脚的问题，也让它在透气性方面得到了保证，在夏天穿它也不至于太热。而它的中底表现总体来说只能算比较一般，我穿这一双鞋只用了这一副爆发系统的鞋垫，在使用速度系统鞋垫的时候，它的实战表现我并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博主的视频，参考一下。在使用爆发系统的情况下，整体的中底重心比较适中，是更加偏向于团队鞋款的重心高度。在场地感方面的表现比较一般，如果你追求的是比较极致的场地感或者是中底反应性，但我更加建议大家还是加100块钱买他们家的 Player One Plus， 那一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不对啊， Game One 加上这个爆发系统好像比 Player One Plus 还要贵啊。不过它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这一双鞋或者说是这一个爆发系统的中底反馈，你一定会喜欢。在发力蹬地的过程中，中底的力反馈非常的明显，完全不逊色于其他一些品牌的超临界发泡中底，发力突破的感觉非常棒。而且它在中底的缓震方面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震脚的情况。如果你对于缓震有比较高的要求，我还是比较推荐这一款
爆发系统的鞋垫的。它在拥有着跟之前力量系统差不多的缓震极限的一个情况下，还拥有着更为出色的力反馈，确实跟它这个爆发的名字还是比较符合的，并且它中底的前后掌过渡十分流畅，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也比较合适，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在运动习惯适配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都可以选择这个鞋款，并且都可以得到比较不错的跑动感受。但是啊，这一双鞋的中底体验整体来说，其实跟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那种超临界发泡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一个价格。而它在中底的刚性方面也同样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不管你做什么动作，它的鞋身姿态都可以保持得非常好，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形变。但是也就是因为它整体刚性做得有点太高了，这就对于它的鞋面贴合度有着更高的要求。它现在的鞋面是没有办法配合好如此高强度的一个中底的，所以在做一些对抗蹬地或者大幅度变向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脚动了，但是鞋纹丝不动的情况。如果你是瘦脚的话，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这一点必须要注意一下，好吧？而它超高强度的中底并没有带来板脚的问题，球鞋前端的中底凹槽让这一双鞋拥有了正确的自然弯折点，这一点还是比较不错的。不像有一些品牌只是一味的注重去加强中底的刚性，而忘掉了一些最基础的东西，对吧？这一点还是值得好评的。球鞋的整体稳定性表现也非常出色，中底的重心合适，加上抽拉式中底先天的优势，以及宽大的大底，穿这一双鞋在做动作的时候，心里还是非常安心的，完全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再加上它超高的整体鞋身刚性，穿它打高强度的比赛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大底方面，作为一双针对外场推出的鞋款，大底的耐磨水平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它的大底也确实没有出现什么磨损，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硬度能够达到70以上，并且纹路的深度和粗度也都非常可观，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以及水泥地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无限接近于1000元的一双篮球鞋，你舍不舍得用它来打外场呢？尤其是打室外的水泥地呢？反正我舍不得。当然，用这双鞋打内场也完全没有问题，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不过它的大底在室内木地板上面摩擦的时候，不太会发出那种摩擦的声音，这一点我不是特别喜欢。相信在座各位对于声音比较敏感的兄弟，应该也都跟我一样，对吧？而它在吸灰的控制方面做的也比较一般，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还是需要不断用手去擦着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这一点你必须要注意一下。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级，它的整体实战表现其实还是不错的。作为一个系列的第一个产品来说，比之前的 Player One 确实要好了不少。不管是在鞋楦的调教、整体的人体工程学方面，都有着不小的进步。但是它的实战表现不足以支撑起它1000元的售价。如果没有个5折左右的折扣，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进行购买的。你会不会购买这个鞋款呢？反正我不太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去购买这个鞋款啊。希望后面 Game 这一个系列能够有更好一些的表现，毕竟 Player 这一个系列刚出来的时候，可比这玩意儿要差远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